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程毅那场让你吐血的戏真的够了。谁能想到，程毅凭借一己之力登上了戏王香乳粉 KPI， 跟着哥哥的脚步丝丝出圈。他的108种花式吐血在姐姐刷屏的首页，居然还有一大堆吐血粉程毅，一言以蔽之，是一场因流血而和平分手。神界不允许爱神，一旦爱就会受到爱的惩罚。男主丁软正嘉定是和女主言谈杨子是暧昧不清，应援想和平分道扬镳。在应援看来，拒绝爱情保护燕谈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，但应爱言认为爱的代价更高，一怒之下也跳河望夜。于是两人开始来回折磨你的结局。其实，在原著中，程毅饰演男主应援，而且档付不多。这个剪辑的主要虐点是女主，但为了保住自己的王子，原来两人中的环瑞当上了男主，还把他变成了一个美丽而强大的悲剧，为小心的人制造了大量的虐待，以至于让另一个性格成了男主吐血的霸道工具，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。吐血已经是老傀儡必不可少的一幕了，但是想吐血的动作真的会从好可怜变成好笑。想花这笔钱买3斤猪肝给人家化妆，为了让妻子转世，他被皇上主动惩罚吐血。为了得到妻子的玉带礼物，他跳入炉中，下车吐了一口老血。那个时候修基础柱的女人有问题啊，一边吐血修一边呕吐后是头晕。报告，帝君一次次陨落。古人说，少年吐血，寿命不长，再长寿也必残废。但我们程毅不管，反正在古代世界，吐血多，男主是不能死的。走出最远的圈子就是这段天地刑罚著名的恶魔场景。YXH 人统一文学对程毅的演技有了新的认识，虐我心酸。奥斯卡之类的，跟程毅的流血事件相比，根本算不上什么。起初他还在咳出淡淡的血，但随后随着心碎的加剧，脸开始抽搐并痛苦的呕吐。与此同时，官方剧照曝光，引发了对程毅演技和善良的一波好评。前一秒还在喊我怎么演，下一秒他就在戏里，所以可爱的等离子噎住了。粉丝结果立马就来了，看，这就是演员的信任感。但是有很多观众不想吃这顿饭，想虐问题之美，无法填补剧情逻辑漏洞再虐，吐太多，吐腻。也有人说唾液好，但不如冷冻的唾液。吐血本应是深渊，但程毅点燃琉璃之火也是从2年前开始的。他饰演严厉而情绪化的司凤，时而吐血，时而快要吐血，又是带着层次感和脆弱感的吐血表演。网友统计，这部剧他吐了大约77次，剧集给他的称号史上最血腥男主。血带行走，尹涛导演大赞他呕吐的美，粉丝们为程毅的血腥场面感到自豪，他们喜欢看他哭泣，看他被虐待，喜欢他垂死的样子。一系列吐血的名场面，甚至是无处不在的破意识营销，在什么都可以破的娱乐圈，司凤是推动者破碎的感觉。因为女主玄贵把司凤形容为破花瓶，程毅的破碎感油然而生。能吐血出圈，一方面因为在吐血这件事上，程毅真的是做了不少功课，嘴里有多少血吐多少，吐到哪个位置都非常小心，人不是瞎吐的。他不仅擅长吐血，而且还懂得补血。其次，与其说他适合吐血，不如说他适合演虐戏，尤其是古装虐戏。这个